大家好，你是不是经常觉得疲劳乏力？是不是关节偶尔隐隐作痛？是不是皮肤总爱长痘、敏感泛红？其实这些小毛病可能都和体内的隐形火苗有关。这火苗不是普通的伤口发炎，而是悄悄潜伏的慢性炎症。它不像急性炎症那样又红又肿，疼痛明显，却会日复一日地侵蚀身体。研究发现，慢性炎症和肥胖、糖尿病、心血管疾病甚至癌症都有关系，还会让你加速衰老，精力变差。别担心，不用吃药打针，在超市里就能找到一群消炎高手，每天吃一口，慢慢就能扫除体内的陈年炎症。先说说大家最容易忽略的蔬菜区，这里藏着不少抗炎猛将。芦笋就是春季的抗炎明星，它富含多酚类物质。天津科技大学的研究证实，这种成分能帮助预防癌症、糖尿病和心脏病，而且芦笋还含有大量花青素和膳食纤维，能让排便更规律，肠道通畅了，炎症自然少一半。挑选芦笋时要选粗细均匀、笋尖紧实的，回家简单焯水凉拌或者清炒鸡蛋，保留营养不流失。和芦笋功效相近的还有花椰菜、彩椒和笋瓜，都是超市常年供应的蔬菜。每天换着吃，抗炎效果更全面。绿叶蔬菜更是抗炎主力军，菠菜、羽衣甘蓝、芝麻菜、白菜这些常见品种都是膳食纤维、维生素 E 和维生素 C 的重要来源。这些营养素就像身体里的清洁工，能清除引发炎症的自由基，保护健康细胞。特别推荐羽衣甘蓝，它的抗炎成分含量在绿叶菜里名列前茅。可能有人觉得它口感粗糙，其实切碎了拌沙拉或者加在 smoothie 里，完全不影响口感。每天吃够一大捧绿叶菜，大概500克以上，坚持下来就能感受到变化。紫甘蓝绝对是蔬菜区的抗炎黑马，它的紫色外皮里藏着满满的花青素，这种成分能减少体内促炎物质的产生，从根源上缓解炎症反应。但花青素特别怕热，水煮、蒸炒都会大量流失，所以最好的吃法是生吃，把紫甘蓝洗净切丝，加点盐、醋和香油凉拌，或者和其他蔬菜搭配做沙拉，脆爽可口又营养。同样适合生吃的还有青椒，它含有的木犀草素和维生素 C 都是抗炎能手，而且这两种成分都怕热，生吃才能最大限度保留。青椒切丝拌豆腐皮，或者做凉拌菜的配菜，清爽不油腻，抗炎力拉满。不过要注意，肠胃炎、痔疮患者最好不要生吃青椒。洋葱也是超市必备的抗炎食材，它里面的天皮素是抗炎关键，能抑制体内2条炎症信号通路，降低炎症标志物水平。但其皮素既怕热又易溶于水，煮一煮、泡一泡就会大量流失，所以生吃效果最好。试试洋葱蘸酱或者切丝凉拌，当配菜，甜咸辣交织，配面条、米饭都合适。肠胃敏感的人可以少吃一点，或者选择紫皮洋葱，口感更温和。芹菜同样不容小觑，它富含的芹菜素和木犀草素都是黄酮类化合物，能帮身体抵御炎症。吃不惯生芹菜的人可以用生芹菜加苹果榨汁，苹果的甜味能中和芹菜的涩味，口感清爽，营养也没浪费。水果区的抗炎选手也不少，浆果类绝对是佼佼者，蓝莓、草莓、黑莓、木莓这些小个头水果堪称营养宝库，它们富含的花青素是超强抗氧化剂，能保护健康细胞免受自由基损害，从而预防多种慢性疾病。而且浆果热量低，升糖指数也不高，控糖人群也能放心吃。超市里新鲜浆果或者冷冻浆果都可以，冷冻浆果营养不打折，做酸奶碗、打果汁都很方便。每天吃一小碗，大概200到250克，就能满足身体的抗炎需求。柑橘类水果也不能错过橙子、柚子、柠檬、酸橙这些常见品种都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黄酮类化合物。维生素 C 能增强免疫系统功能，加快身体修复，黄酮类化合物则能直接发挥抗炎作用。
每天吃一个橙子，或者用柠檬泡水喝，既能补充水分，又能抗炎养颜。西瓜的抗炎功效也很突出，每100克西瓜含有约6毫克维生素 C。充足的维生素 C 能抑制炎症，对抗体内的氧化损伤和压力。夏天吃西瓜清热解暑，冬天也能在超市买到，作为加餐再合适不过。菠萝是水果区的抗炎特色选手，它含有独特的菠萝蛋白酶，这种酶能帮助对抗肌腱炎、扭伤等轻微关节肌肉损伤造成的疼痛和肿胀，对缓解关节炎症特别有帮助。而且菠萝还富含膳食纤维和钾，营养很全面。吃菠萝时最好用淡盐水浸泡一会儿，既能去除涩味，又能让菠萝蛋白酶更好地被人体吸收。可以直接当水果吃，也能切块拌沙拉，酸甜可口，老少皆宜。接下来看看主食区，很多人不知道，选对主食也能抗炎。全谷物就是抗炎主食的首选，糙米、燕麦、藜麦、黑麦这些品种含有丰富的抗氧化剂和膳食纤维。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研究显示，每天摄入超过100克全谷物，能明显降低血液中的炎症标记物水平。膳食纤维还能给肠道有益细菌提供养料，肠道菌群平衡了，全身的炎症水平都会下降。平时煮饭时，把一半白米换成糙米、燕麦或者藜麦，做成杂粮饭，口感更有嚼劲，营养也更丰富。薯类比如红薯、马铃薯、芋头、山药也属于中间选择的抗炎主食，比精致碳水更健康，可以偶尔代替米饭、面条。豆类区的黄豆、绿豆、红豆、鹰嘴豆等也是隐藏的抗炎高手。每天吃2次豆焖饭或者喝一碗杂粮粥，就能摄入大量膳食纤维。肠道里的好细菌食用膳食纤维后，会生成抗炎的短链脂肪酸，而且豆类还是异黄酮和黄酮类化合物的丰富来源。这些植物化合物能抵御细菌、真菌和病毒，减少感染引发的炎症。超市里的新鲜豆类、干豆或者罐装豆类都可以。干豆提前浸泡1晚，煮起来更省时。比如红豆薏米粥、鹰嘴豆沙拉都是简单又美味的吃法。每天吃一点，抗炎又养胃。油脂区的橄榄油必须重点推荐，它富含对心脏健康有益的单不饱和脂肪酸，还含有橄榄油刺激醛这种有机化合物，这种成分属于多酚家族，具有非甾体抗炎药的特性。美国华盛顿大学医学中心的临床营养学家发现，橄榄油含有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能降低慢性炎症标志物的水平。挑选橄榄油时要选特级初榨的，烟点较低，适合凉拌或者低温快炒。除了橄榄油，亚麻籽油、紫苏油也很适合凉拌，它们富含的不饱和脂肪酸也是抗炎好帮手。要注意的是，这些健康油脂每天摄入量不宜过多，控制在25到30克左右就够了。坚果区的核桃是抗炎明星，它含有的薄碱亚麻酸具有很强的抗炎作用。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的研究显示，每天食用核桃能降低几种炎症标记物的浓度，比如白细胞介素碱6和肿瘤坏死因子碱酯，这2种都是引发慢性炎症的关键物质。除了核桃，杏仁、亚麻籽、奇亚籽也都是抗炎好选择，它们富含的健康脂肪和膳食纤维能协同发挥作用。挑选坚果时一定要选原味的，避免盐橘、糖渍的品种。每天吃一小把，大概10克左右，既能当零食，又能撒在酸奶、沙拉上增加口感。水产区的多脂鱼是抗炎王牌，三文鱼、马鲛鱼、沙丁鱼、金枪鱼这些品种富含欧米伽减3脂肪酸，这种脂肪酸能支持大脑功能、免疫系统和细胞修复，还能通过阻断细胞中的炎症路径来抗炎。对于有类风湿关节炎的人来说，摄入欧米伽减3脂肪酸能减少关节僵硬和炎症，而且它还能降低患上心脏病等炎症性疾病的风险。每周吃2减3次多脂鱼，每次摄入量大概100到150克，清蒸烤制都是最好的做法，避免油炸破坏营养。
如果是素食者，也可以通过海藻、坚果和植物种子来补充欧米伽减3脂肪酸。乳制品区的发酵食品也是抗炎能手，酸奶、泡菜、味噌、豆豉这些食物能通过改善肠道微生物群的多样性来减轻炎症，它们含有的益生菌能支持健康肠道细菌生长。而肠道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，肠道健康了，全身的炎症水平自然会下降。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研究显示，每天摄入6份发酵食品，10周后参与者体内19种炎症蛋白的水平都会下降。挑选酸奶时要注意看配料表，选择无糖或低糖的，避免添加糖反而加重炎症。每天喝一杯酸奶或者吃点泡菜当配菜，简单又方便。除了这些食材，超市的调味区也有抗炎神器，姜蒜、肉桂、辣椒、罗勒、丁香、牛至、姜黄、迷迭香和百里香这些常见香料都具有抗炎作用。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研究发现，在高脂高碳饮食中加入6克香料，参与者体内的炎症标志物会明显减少。做饭时加点姜黄粉，再搭配一点黑胡椒，能促进姜黄素的吸收。炖肉时放几颗大蒜，不仅增香，还能抗炎杀菌。泡茶时加片生姜，驱寒又抗炎。用天然香料代替部分盐和糖，既健康又能提升风味。还有几个容易被忽略的抗炎食材，黑巧克力绝对算一个，但要注意，必须选择可可含量在 70% 以上的黑巧克力。这种巧克力含有的黄酮类化合物能增加体内抗氧化活性，减轻炎症。瑞士苏黎世大学的研究显示，每周适量食用不超过180克黑巧克力，能降低患心脏病、中风和糖尿病的风险。它含有的黄烷醇还能保护血管，对心血管健康有益。每天吃1-2小块，既能满足口腹之欲，又能抗炎，一举两得。咖啡和茶也是日常抗炎的好选择。咖啡含有的抗氧化剂能帮助身体免受氧化应激的影响，而氧化应激会造成炎症。黑咖啡中的多酚和黄烷醇还能对抗炎症，降低胆固醇。大量研究表明，摄入黄烷醇可以降低患阿尔茨海默病、某些癌症、心血管疾病和高血压的风险。但要注意不要加糖和奶精，每天喝1到2杯黑咖啡就足够了。茶的抗炎效果也很出色，尤其是绿茶含有的 EGCG 这种抗炎化合物含量很高，能减少体内炎症，还能降低患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。红茶、乌龙茶也有类似功效，每天喝几杯淡茶比喝含糖饮料健康多了。知道了该吃什么，还要清楚该避开什么。有些食物是炎症的助燃剂，吃多了会让体内的火苗越烧越旺。首先要少吃高糖及精致碳水食物，比如甜饮料、甜面包、蛋糕、饼干等。这些食物会让血糖快速飙升，扰乱肠道菌群，诱发慢性炎症。购买酸奶、麦片等食品时，一定要看营养标签，避开添加糖多的产品。其次是高脂食物和油炸食品，反式脂肪酸和反复煎炸的油会促进炎症发生。蛋黄派、珍珠奶茶、炸薯条、薯片等都要尽量少吃。红肉和加工肉制品也要控制量，红肉饱和脂肪酸含量高，加工肉如腊肠、热狗、火腿、培根等会加重炎症刺激，建议用鱼肉、白肉代替红肉，每天摄入量不超过1个手掌大小。最后给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抗炎饮食小技巧，让你轻松坚持。第一，主食换一换，煮饭时把1/3到1半的白米换成糙米、燕麦、藜麦等全谷物，或者用红薯、山药代替部分主食。第二，餐盘加色彩，每餐至少保证1-2种颜色的蔬菜，绿色的菠菜，橙红的胡萝卜，紫红色的紫甘蓝，颜色越丰富，抗炎成分越全面。第三，零食升个级，把薯片、饼干换成一小把原味坚果或者1个苹果，1杯无糖酸奶加蓝莓。
第四，烹饪要温和，避免油炸、明火烧烤，多选择凉拌、蒸、煮、清烤等低温方式，减少营养流失和有害物质产生。第五，调味靠天然，多用姜、蒜、肉桂等香料提味，少盐少糖，少用酱油、蚝油等重调味。抗炎饮食不是一蹴而就的，也不是要你严格忌口、痛苦坚持，它是一种温和的生活方式，是把健康的食材融入日常饮食中。每天吃一口超市里的这些消炎神药，慢慢调整饮食结构，减少促炎食物的摄入。坚持一段时间后，你会发现疲劳感减轻了，皮肤变好了，关节不适也缓解了，整个人的精力都会提升。记住，身体的修复需要时间，耐心坚持就能远离慢性炎症的困扰，拥有更健康的身体。现在就可以列个清单，下次去超市把这些抗炎食材带回家，从第一口健康饮食开始，给身体一场温柔的抗炎革命。如果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麻烦点个赞，转发给身边的中老年朋友，让大家一起科学饮食，远离病痛，健康长寿。我们下期再见。